1970年，北京，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充满期待地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着回音。这位客人便是来自利比亚的总理加鲁德。突然造访，他只有一个目的，向中国购买原子弹。对此，加鲁德信心满满，坚信中国一定会积极回应，向利比亚大开绿灯。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盼来盼去，竟然收到了拒绝的消息。而这一切都与那个狂妄的男人有关，他便是彼时的利比亚领袖卡扎菲。对周恩来而言，1970年8月注定不平凡。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突然造访中国，客人名叫加鲁德，来自利比亚。很明显，这并非是一场心血来潮的私人访问，而是一次严肃的国家对谈。尽管远道而来的是加鲁德，但大家伙都明白，他不过是一位代表，真正的话事人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利比亚领导者卡扎菲。加鲁德此番访问中国，肩负着卡扎菲所交托的重要使命，与中国展开协商购买原子弹。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里，原子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碰上此等大事，周恩来第一时间汇报了毛主席。很快，毛主席给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回复：坚决不卖。态度之坚定，语气之强硬，乍一看着实叫人费劲。因为毛主席甚至放出了狠话：中国就算再缺钱，也不会将原子弹卖给利比亚。不仅如此，毛主席还直接委托周总理推掉了谈话，连会面时间都不愿意给加鲁德。纵观历史，便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极为反常。原因很简单，上世纪70年代正是新中国重塑外交关系的关键时刻。为了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与美日等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均有所改善。相比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利比亚更是占据着天然优势。利比亚是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类似，面临着发展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向来态度良好，甚至会多一些照顾与宽容。因此，通常情况下，只要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宾来访，毛主席都会亲自接见。在加鲁德到达北京前，毛主席还刚刚见过几内亚的部长，所以毛主席不见加鲁德，自然是在向利比亚表明我们的态度。而对于卡扎菲想要向中国购买原子弹一事，中方也颇为不满，因为这件事不单单与原子弹有关，说白了，这是卡扎菲对中国的敲打。那么，卡扎菲到底做了什么？其实卡扎菲只做了一件事，但是单单这一件事便足以挑起中国的滔天怒火。卡扎菲以购买原子弹为目的，和中国大谈条件。身为利比亚的领袖，卡扎菲并不傻，他比谁都明白原子弹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更何况，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刚刚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想要让中国卖原子弹，自然没有那么容易。更何况，作为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利比亚自身的财政状况本就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卡扎菲所承诺的资金究竟能否到位，实际上是一个未知数。说白了，将原子弹卖给利比亚，对中国而言风险较大，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到最后很有可能人财两空，道理卡扎菲都明白，因此他也预料到，在正常情况下，中国断不会同意他的要求，多半会客套两句，客客气气地将人送走。可是对于原子弹，卡扎菲势在必得，他需要原子弹巩固自身实力，对抗以色列人，并且帮助利比亚在阿拉伯国家中树立声望。于是思来想去，卡扎菲想到了一个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主意，那便是利用台湾威胁中国大陆。卡扎菲得意洋洋，向大陆打起了包票，只要将原子弹卖给他，他就立刻让利比亚与台湾断交，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用最快的速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不得不说，卡扎菲为了得到原子弹，的确下了功夫研究中国。他知道彼时的中国有两个核心诉求，一个是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而想要办到这一点，就必须先在国际社会上造势，令各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另外，中国也渴望在外交上完成突破，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国际舞台。于是，卡扎菲自以为把控住了中国的弱点，便开始谈条件。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没能得到原子弹，反而还得罪了中国。中国政府态度强硬，无惧威胁，这种耍烂一般的痞子行为，更是激起了毛主席的强烈反感。毛主席毫不留情的怒斥，称卡扎菲过于讨厌，态度极为狂妄，中国人不可能惯着他。说白了，台湾本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国家领土绝不可能成为另一国威胁我们的筹码。谁料卡扎菲贼心不死，在原子弹风波落幕后，依旧暗戳戳搞事，时刻要敲打中国。利比亚最终没能从中国得到原子弹。1971年，万般无奈下，卡扎菲做出让步，宣布承认新中国，两国就此建交。按理来说，利比亚政府应当要求台湾当局的所谓大使馆在规定时间内撤出利比亚，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最起码的尊重。可是，在接下来7年的时间里，卡扎菲阳奉阴违，直到1978年，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卡扎菲才不情不愿地与台湾断交。更可气的是，这也不过是卡扎菲演的一出戏。
名义上利比亚与台湾断交，可实际上台湾地区所派出的各种驻扎机构依旧没有离开利比亚，而是换了个名字，摇身一变成了商务办事处，继续在利比亚与台湾地区之间搭建桥梁。在台湾问题上的反复横跳一直持续到了2006年，这一年卡扎菲竟然光明正大地接见了陈水扁，无异于再次挑衅我们的底线。总体来看，卡扎菲时不时对中国流露出的恶意已经昭然若揭。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卡扎菲为何偏偏要针对中国呢？从表面上看，利比亚与中国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着实算不上仇人，因此卡扎菲的种种举动便显得尤为古怪。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2个关键原因。第一，卡扎菲对中国的态度实际上是政治博弈的一部分。在国际局势里，利比亚身份微妙，卡扎菲敲打中国实际上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最终还是为政治所服务。卡扎菲对中国的古怪行为往往与中美关系有着密切联系。例如，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因此常年冲锋在反美第一阵线的卡扎菲势必不能接受这一点，对中国的态度也可想而知。令人无语的是，碰上需要中国的时候，卡扎菲又会态度大变，重新向中国示好。比如，在世纪之交前后，卡扎菲遭受了严厉的国际制裁，联合国几乎断绝了利比亚所有生路，利比亚成为了一座真正的孤岛。这种时候，卡扎菲又想起了中国，开始屡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自己是一个中国原则的最坚定支持者。可是等到2003年联合国制裁解除，利比亚与美国的关系有所缓和，卡扎菲便又开始蠢蠢欲动，重新敲打中国。或许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引起中国的注意，在大国之间玩平衡，搞权谋，利用中国吸引火力对抗美国。第二，除了政治考量外，卡扎菲对中国的态度与其本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正如毛主席所说，卡扎菲本质上是一个极其狂妄的人，在性格上更是反复无常。曾经他被称为革命领袖与民族英雄，但后来卡扎菲风评直线下跌，成了疯狗与流氓的代名词。为了达到目的，他更是不惜一切手段，甚至连恐怖主义也会支持。这样的性格是一柄双刃剑，既成就了卡扎菲，又摧毁了他的一生。1969年，仅仅是中尉军衔的卡扎菲，凭借着一支600人的队伍，便成功发动政变，推翻了利比亚王国。可见此人手段狠，心肠硬，更敢于冒险。成为领袖后，卡扎菲也不改往日的性格，他不仅热衷于敲打中国，更是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得罪了一个遍，尤其是联合国五常。其中，卡扎菲的巅峰战绩当属2009年，他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宣称要撕毁联合国宪章，还口出狂言，将联合国安理会与恐怖主义画上等号。最终，卡扎菲的狂妄性格也为自身与国家带来了灭顶之灾。2011年，利比亚内乱，联合国当即裁决要介入此次内乱，采取军事行动。很快，卡扎菲便命丧于此，草草结束了自己跌宕的一生。至此，卡扎菲与中国的故事也画上了最终的句号。